Hello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个验机教程。我购买的摩霸新锐2024已经到货了，先出个验机视频。首先，咱们在各大平台购买回来呢，第一时间就是验货先收。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录像开箱，避免跟一些商家进行扯皮，到底是谁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说不想跟其他商家进行扯皮的话，也可以联系我们进行购买，高高保证你们安全下车。广告打完了，咱们直接开始验机。第一步，咱们先检查一下电脑的外包装，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磕碰。毕竟呢是一个笔记本电脑，那暴力分拣呢也会导致你的屏幕碎裂。看一下箱子的详细信息，写的是摩霸新锐，也有写 CPU 的型号，但是华硕呢就没有写4060显卡，因为他们有专门代替的代码替代。不过呢这机器只有4060的版本，也好分辨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封条的部分，华硕的封条呢是长条的，那这种封条目前还没有见过有几个造假的能做的一模一样，即便能做，估计也就是官方厂家有和京东自营有。华硕的封条呢也好分辨，中间是一个黑色的分割，拆开箱子大家能看到，电脑是一个塑封膜，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我的话就没戴，毕竟这机器是要评测的，我还是一眼能看出来的细节方面，不戴手套的话多少会留下指纹的印记。撕开塑封，拿出机器本体，看一下电脑的全部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划伤以及瑕疵，在有灯光的地方再反复看几遍。打开盖子，再来看一下屏幕方面有没有明显擦拭的痕迹，如果有点小灰尘或者小毛毛，那这个是很正常，因为中间也有一个无纺布。再来看一下键盘的 C 面有没有划伤的地方，剩下的咱们就开始检查了。电脑的盒子里面有一个电源线，这次华硕给的电源线呢还是一样不带插头的套套。再来看一下插头的地方有没有明显插拔的痕迹，剩下的就是电源适配器了。电源这次给的是一个280瓦的一个电源，电源也是一个塑封的。拆开之后也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划伤，再检查一遍。然后箱子里边还有一个保修卡，所有的外观方面咱们检查完成了，咱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开机了。新机器原厂自带都有运输模式的，不插电源是不能开机的。第一步咱们先试一试，不插电源按一下开机键能不能开机，指灯亮不亮。如果说你购买的电脑是原封未开封，不插电源就能开机，那直接退就可以了。除了一些个别品牌啊，什么戴尔啊、基哥呀之类的，一般华硕啊或者联想、惠普都有原厂自带的运输模式。咱们先接通电源进行开机。第一次开机呢，它会非常慢，会有自检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不用害怕。那开机进去系统显示 Win11 小娜界面，咱们第一件事就是 Win11 怎么跳过 Win11 联网，因为你联网了就不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了。即便遇到散热有问题、品控有问题，商家也会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。所以说我们还是验好货再进行联网使用，避免入坑。因为不光是实体店还是网店，电脑行业还是有很多做一些偏门行业的进行欺骗消费者。中国再选择点击微软拼音，选择是，再点击跳过。此时呢，这个界面就需要大家进行联网了。那不联网就不能进军系统。如果说你直接联网了，假如电脑遇到问题了，就比较麻烦了。此时显示输入指令命令时，咱们可以输入 OBE_BYPASS_NRO.CMD， 再点击回车。此时呢，电脑会自动重启，不需要惊慌，咱们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。重新开机后，选择中国，再选择是，再点击微软拼音，选择是，再点击跳过。此时呢，联网界面是会多出一个选择，我没有英特尔链接，然后再点击一个选项，再点击继续执行，再点击接受，然后会显示一个账户选择，咱们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名字，点击下一步。此时会显示密码，看自己啊，也可以不用设置，设置的话自己记住就可以了。一直点击回车，下一步回车，全部完成之后，屏幕呢会自动重启转圈的界面，显示这个界面，恭喜你已经成功跳过 Win11 联网了。然后咱们进去系统，第一件事呢，咱们可以准备好一个 U 盘，下载好土霸工具箱，先把 ROG 的这个麦克飞卸载了，再进行安装，不然会自动给你删除。咱们先看一下土霸工具箱，检测一下咱们屏幕的坏点有没有坏点，反复测一下。咱们再核对一下检测出来的配置图。首先 CPU 是 i9 的13980的 H 叉，显卡是 RT 叉的4060显卡，内存是三星的 DDR5 16G， 固态是1T 的 SN560。核对清楚之后，再看一下咱们在各大平台购买的配置进行核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固态的时间，很正常，但是看这个呢也看不出来啥东西，主要还是测试电池的一个使用记录。咱们先使用代码在运行中复制，存储路径复制下来，复制到 C 盘进行查询。从23年5月份开始，也就是电池的厂家时间，到华硕出厂，12月5号到12月12号，
有一次出厂检测记录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检测记录，非常新，这就是出厂之前测试过的。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生产日期以及官方查询，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生产日期。首先外观方面也没啥问题了，固态以及电池也查询也没有问题，确实是全新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并不是你已经安全下车了，因为最后一步呢还是测试咱们的散热。打开土化工具箱，咱们首先先开启增强模式进行单烤 CPU 进行烤机，差不多烤个5分钟稳定了再进行双烤。因为液晶散热的话瞬时功耗太高了，瞬时功耗160瓦了，单烤不稳定，咱们还是要看稳定的数值。此时 CPU 稳定在了134瓦，温度呢93度，大核频率 3.7G， 小核呢 3.1G。测试完成之后单烤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双烤。增强模式下的双烤，增强模式可以稳定在185瓦附近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双烤稳定的成绩。然后 CPU 功耗呢60瓦，大核呢 2.0， 小核呢 1.7， 温度呢82度，显卡功耗呢是123瓦，温度呢85度，整机呢是183瓦。那测试下来呢，液晶也没有偏移，散热呢也没有问题。那到这里呢，证明你的机器是全新原封未开封，散热也没有问题，非常好，彻底安全下车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觉得对你有帮助的，快点转发身边的朋友吧，投币收藏一下。拜拜，兄弟们。